我终于找到了一辆原汁原味的特别整的老帕萨特 B5，2004年车，到现在一手的。今天咱们好好来回味一下这辆车，回味一下这20年前的特别高级的大众。说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还记得帕萨特 B5是哪年开始有的吗？我查到的资料啊，这第5代帕萨特在欧洲，在德国是1996年就开始有了啊，在中国呢是1999年12月份投产的，2000年开始上市，所以离现在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啊。即使是我们的中国版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车型，但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老，是吧？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帕萨特是00几年的车，07、08年都很正常，所以说当年它的设计还是非常先进的。当年帕萨特来到中国还有一段故事呢，啊，据说当时上海大众呢也是从96年这车出来就非常想引进这个车，但是当时国家呢并没有批准他们干这件事儿，因为之前上海大众是中国最早的合资轿车企业嘛，有桑塔纳，有桑塔纳2000已经干起来了。那么其他那几家呢，新的车企，上海通用啊、广汽本田呀，还有一堆都等着审批呢。那再批给他们一个新车型，或者人家厂还没批下来，你这批新车型不太合适，是不是？所以一直就没给他们审批，然后他们就一直在以桑塔纳技术改造的名义，在引进这个车，建了一个新工厂啊，准备了一堆生产线什么的。于是上海大众就把这个作为桑塔纳第3代桑塔纳技改项目，就这么接着推进，直到2000年，国家相关部门到上海大众去啊，要审批这车的时候，他们说你是拿我当傻子吗？这还是桑塔纳吗？于是他们的解释是，首先桑塔纳是帕萨特 B2，这是帕萨特 B5，所以也是对桑塔纳的改进啊。而且这个车并不是原版的帕萨特 B5，这针对中国的需求加长了10厘米啊，而且高度什么各方面都有变化，所以这是咱们一个桑塔纳技改项目。所以就这么将错就错啊，帕萨特 P5就最后通过了审批，就这么落地了。当年开过这车的朋友，屏幕那边有吗？跟我们评论弹幕互动一下。您是做什么职业的？您多大岁数了？在我身边，当年开这车的基本都是一些我的父辈，就是50、60后的精英们。2000年左右啊，2003、04年能买起这车啊，当时这车还是非常贵的，即使最低配的2.0手动挡也在20万左右。像这种 1.8T 带点配置车都是26、7万的价格，那可是20年前啊，那个时候还是挺大一笔钱的。如果您当年是这车的车主，我透过屏幕向您表示羡慕。真的太爽了！20年前能开上它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讲，咱们开始说车。关于帕萨特 B5的设计，我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，咱们已经看了20多年了，是吧？我就不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给大家介绍了。整体风格呢是一个圆弧的流线型风格，其实这个在90年代还是挺创新的。因为我们知道90年代那些轿车车顶基本都平的，那么这车车顶是完全的一个大弧线，等于它车顶一道弧线，前头一道弧线，完全是圆弧形设计。而且这一系列圆弧的设计都是有功能性的，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，这车风阻系数只有0.28，这可是一个小30年前设计的车呀。仔细咂摸一下它这些设计细节，就是德国式的那种严谨和巧妙都在里边了。大家看这个前脸，首先它的前机盖这个缝儿这条线是一个完美的弧线，没有任何的曲线，是完美的弧线。然后它发动机盖上这道隆起直接到灯里面，然后灯的下沿直接就是保险杠的缝儿，然后这道隆起直接到灯里面，就所有的线条没有一个是多余的，都是有功能性的。然后它们交织在一起，勾勒出来这车，包括它的比例，整个前中网前杠这个比例也是基本上黄金分割的比例，分得非常的舒服，就特别严谨，然后每个线条都很饱满，特别德国，是吧？没有那么多浪漫的设计的东西，很包豪斯。同时呢，你可以感受到当时的设计应该是很严谨的，一点点调整，一点点计算的一个结果。咱们中国版的吧，在中国这是一个豪华车，所以我们见到了很多的镀铬条的装饰，非常多啊，到处都是镀铬条。在海外的 B5其实比这素的多，就没有那么多镀铬条。而且这些镀铬条的品质非常好，20多年了，一点问题没有。上面这个过雨水的这个条是一纯铝合金的，非常精致的一个条，很薄。这个缝里面巧妙的形成了那个过雨水的雨搭子，大家看，而且缝非常小，非常精致。这样的设计
只属于德国车，而且这个 B5的尺寸，朋友们是不是觉得特大，加长的是吧？我查了下数据啊，相当小这个车，这个车的车长只有4.78米，大家没听错啊，4.78米还是加长10厘米之后的，不加那海外版的就4.68米，车宽1.74米，非常的窄。今天看起来1.74米的车已经不好买了，是飞度那种车是吧？然后车高还是比较高的。那在这个年代，90年代末2000年初，车正是一个变高的时代啊，追求纵向的这车内空间，而且它是一大穹顶，这车高达到了1.47米，就接近1.5米了。这个在当年还是非常高的一个车。它的轴距是2803，今天看起来也还不算太短，是吧？这车侧面也特别有特点，因为它加长了，所以后面这块窗特别大。而且它的设计整个是往外鼓的，就整个这是一个弧面，这是一个弧面，完全都是鼓出来的。玻璃的平整度极好，你看照着光，这玻璃没有半点哆嗦不平整的地方。20多年前的制造工艺还是相当棒的。它做了一个短的车门，后面留了一个小角窗啊。当然，这个方案在后期变成领域的时候就变了，就从这儿开了，是吧？斯柯达那个速派也是从这儿开的，等于它的车身其实有2种方案。这是一方案，我觉得这个更好。它的后门打开之后是一个完整的玻璃，没有角窗，其实挺好的效果。而且它很在意细节，大家看透过小角窗，你看到的安全带出来那个地方，它用了一个绒面的装饰板，把它装饰的非常的好，就不会像别的车会留个安全带扣，它这装饰的特别的好。因为这个车的车高非常的高啊，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减薄车身的设计。大家看这车有一大黑托。这样的话，车身带色的部分就变薄了，就不会显得那么短、那么厚。当然，这黑托也有实际的功能，它很厚，它是一个防擦防撞的一个效果，就你在底下有点剐蹭啊什么的都能抵御一下。所以说，德国车的设计一般都不会白做，多少会有点用处。而这车身的质量极好，即使在今天也不会出现很多不平整啊，钢板特别的硬。而且当年是这批大众车提出来的分子层面激光焊接、空腔注蜡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啊，它能保多少？15还是20年的防锈，当然都是这批大众车喊出来的。帕萨特 B5的轮毂当时有好几款，但是我觉得这款7柱的是最经典的，每一个柱都像一个袋子一样，等宽的，带一个小槽，可以拆一个轮毂盖用。当时的尺寸是195/65R15，15寸的小圈。它的风格跟这车圆圆的风格非常的大，当然还有几款其他的啊，有的看着比这个更简陋一点，2.8的那个多幅的看起来更豪华一点。但是这个就太 B5了，是吧？特别深入人心。这车的后尾设计也是特别的包豪斯，极简，完全的功能主义，方方正正。到最后一个全红的尾灯，当年特别流行这个全红的尾灯，它不分色块，这样看起来特别整。后备箱盖没有任何多余的小压尾啊、小装饰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上海大众帕萨特 1.8T 写在这儿，舒舒服服，中间有一道线。这个线的比例把控的也非常的好，看起来就特舒服，谈不上漂亮，但是特舒服，这就是德国设计的魅力。咱看这车的后备箱，后备箱有什么可看的呀？还真有点看头啊，可以说简约而不简单。首先造型非常简单，但是你仔细看，它的后备箱盖离后玻璃这个缝隙极小，就大概不超过5毫米，手塞不进去。然后它整个后备箱盖的曲面是跟着车身走的，非常的光滑。然后后备箱盖上这几个字，上海大众、帕萨特、1.8T，这个字体充满了2000年初的那种时尚感，就是等宽的这种黑体，是吧？而且中文跟英文配的特别好，这个字体。这后备箱盖的开启也是当时最高级的，虽然没有电尾，它是可以通过遥控器遥控开启的，就可以弹开。通过这儿也可以摁这个电锁，可以打开，同时也可以用钥匙，它把钥匙孔藏在了车标里，非常巧妙。这么插进去。就可以用钥匙打开，而且这个后备箱盖是液压的，大家看它的机构完全藏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，它没有那个大棍儿会占用你的行李空间压箱子什么的都没有，它是用了一套挺杆机构加一个小液压杆实现的后备箱盖的托举，而且它的托举角度就不受限制嘛，它可以把这缝隙做特小。但是当年这杆头还坏，就是其他车简单机构那不会坏，这个动不动老得换这杆啊，但是优势还是很明显的，是吧？不侵占里面空间。空间非常的大啊，这种大3厢车的后备箱真的超级长，而且能通前面、侧面这儿还有一个小盖儿，这里面是 CD 机，6碟 CD 的碟盒，这儿应该还有个医疗包，也是非常实用的啊，自己藏点什么私密的东西也可以。总体来讲，当年帕萨特 B5真的从头到脚每一个细节
都是不计成本的，特高级。咱们打开机盖，看一看这车的机舱。这车是一个纵置前驱布局，这个布局其实在现在就比较少见了啊，在当年其实还是有一些的，比如我们的桑塔纳2000啊，包括老的奥迪100、奥迪80。其实这个车的 PL45平台跟当时的奥迪A4是同一个平台，所以它基本上是奥迪。这车的设计有一个特别巧妙的地儿，巧妙在哪儿呢？它的前头我们看啊，它是一个角斜过去的，所以你从侧面看不会觉得这车前悬特别长，前悬似乎只到这儿，就看着比较和谐。其实前面还有好大一截，它是这么斜过去的。那桑塔纳2000为什么就特丑？就是前悬特长，就是因为前纵置，它给抹了，这还挺巧妙的。这个机舱呢，前纵置的优势是什么呢？它可以给前悬架留比较大的空间。其实它前悬架的塔顶在这儿，那么它空间比较大，所以这车是独立前悬架的，4连杆的，它的操控性会比较好，用来抵消整个发动机都在前轴之前的这个重量的不平衡。然后这车的布局给我一个比较深的印象，就是它电瓶的位置，它电瓶正好在这个下雨的这个上面，就是雨水会一直泡着电瓶。这个车，当时这么设计也是够绝的。新车好像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电瓶罩啊？懂的朋友给说说。当年没怎么太看过这车机舱里面，反正现在这状态，只要一下雨，电瓶就会被泡着。这玩意儿玩的也挺悬的。整体来讲，做工还是非常好的。当年带发动机装饰罩的车就不多，机舱里非常的规整，而且隔音棉、液压杆全都给你配齐。就当年的质感的标杆车型就是大众车，是吧？这款 1.8T 发动机在当年也是非常有划时代意义的。大家说这发动机带 T 不是很正常吗？现在不带 T 才少见，当年很少见。这基本上是第一批带 T 的车，在中国就是帕萨特和奥迪 A6的 1.8T。当年关于涡轮有很多传说，就这个涡轮爱坏啊，别看它动力强，它爱坏，10万公里得换一个好几万，是吧？或者说这涡轮车停车之后不能灭车，得等一会儿，等涡轮降温，因为里边那个转子有10几万转啊，确实这都是事实啊，但是它好像也没那么脆弱。当然，大家对这个车的吐槽，后来关于涡轮确实不少，毕竟是1代产品嘛。说这车的涡轮，漏油也好啊，然后那个各种管会漏啊，包括发动机温度比较高，造成气门油封的早期的损坏啊，烧机油什么情况都有。确实，帕萨特是一堆汽修老板的发家车啊，确实帕萨特也是把当年最先进的发动机技术带到了中国，因为这发动机是多气门的。咱们坐进车内，回味一下帕萨特老 B5的内饰。首先关门的时候，先说说门缝里面，大家还记得这车门吗？特重，一棱一棱的，是吧？它当时做了一个3段式的门铰链啊，每一段都有一个滚子，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门分3段开启，特别有质感。关的那一下，嘣一声，关上之后车内巨安静，而且车的内饰真的是真材实料。看它上半部的仪表台门上部全都是这种很像皮革的软搪塑，中间用了块皮，这个皮现在都有点掉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皮和门板之间包了很厚的海绵，这么多年来这海绵一老化，它就掉下来了。然后包括咱们一般的车，黑色和皮之间这部分就是塑料的，它也包了一层皮革，就整个这个米色部分都是包着皮革的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太真材实料了。而且这辆车的门把手上啊、中控台上啊、这烟灰缸盖、挡把都用桃木装饰，而且我鉴定了一下啊，如假包换的真桃木。当年帕萨特 B5 用的是真的桃木，质感还是非常好的。整个内饰设计和外观一样，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包丝，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的东西，简简单单，实用主义，但是特好用。看这仪表台，非常的平坦，你往外看就很通透啊，而且不反光。它的空调出风口也是4个出风口，非常的大，而且它能关上。大家看，我把它弄到最上面，它是能关闭的，特别平整啊，不需要用空调的时候直接关掉，特棒。然后这是调上下、调左右，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出风口都没这个好用。中控台配置比较简单，当时还没有大屏，这车还是一个带录音带的音响，跟我们家老捷达一样的。下面是自动空调，看当年为了彰显车是自动空调，一定不能有旋钮，有旋钮就是手动空调。这空调完全是按钮的，蓝的是减温度，红的是加温度，调风向、风力，完全是摁的，这特显高级，自动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自动的。然后当年设计车真的是为了这个中控台的规整，就没有做现在那俩大洞式的杯架，
它怎么解决放杯子的问题呢？看最下面一条桃木有一小杯子，我们一摁出来，再一拽，杯架有点脆弱是吧？但是真的非常的巧妙，非常的精致，能感觉到当年那个德国人那种机械控。这盖底下是烟灰缸啊，点烟器都没用过，这车好新呢。还有一个特别经典就是换挡座，当年的这个 Tiptronic 才有手自一体电镀的啊，镀铬的换挡座，带一个旁边的槽是手动挡，桃木的挡把，侧面是换挡按钮，哇，太经典了。当年我记得他们曾经把这拍一个单独照片放杂志上一页就做广告，展现出这车的高级感。啊，中间这儿有一个小槽，可以放点不同大小的硬币。它上面还有一个小标，这是什么呢？我们把它打开，这底下其实是这车的 OBD 检测接口，在这儿。这是大众当年彰显的产品点，就是看网络啊。这个车可以通过一个检测接口，它有一看网络，能监测全车的故障的情况。这个在20多年前也是非常先进的。当年的老捷达、老桑塔纳那种车，那是一根线是一根线，出了问题你就得查，你是无法诊断的。这个车都可以。油箱盖是一电控的按钮的，在这儿。这个没开过的朋友找不着啊，好多没法加油。中央带一个小小的扶手箱，别看它小，真开起来真起作用，特别舒服。里边还能放一点东西，不用的时候还能立起来，啊，设计的非常的合理。这个车的座椅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就它的版型基本上是汽车座椅版型最经典的样子，就是横着3条，啊，然后一边一个裙边，简简单单，但是质感巨好，面上是真正的大真皮。一摁那个皮纹好看极了，坐起来也是冬暖夏凉，特别舒服，跟造革完全不是一感觉。然后侧面是用的人造革，品质非常好。这车座椅都是原皮，20多年了，用到现在依然没有问题，除了有点大褶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而当年大众这个米选的也特别好看，我觉得这个大众米真是太经典了，又不是过黄又不过白，特别温馨，特别舒服，是吧？然后这车的大顶也是用的非常细致的一种绒，然后它垫了很厚的海绵，我现在一摁都能有个坑。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年头一多或者车受过潮，这海绵一旦失效，大顶都掉下来了。好多这车大顶都掉下来了，就是因为海绵垫太厚了。当时还是带天窗的，而且是内抽式天窗，而大众的天窗可以无极调节开启角度，这个特别好。它是一个旋钮的，我开多一点都行，不像那种来回推拉那种无法控制，是吧？总体来讲就是非常的精致，非常的真材实料，包括里面这个密封条都是绒的。非常的精致得体的一个车，设计上简简单单，但是做工上不简单。重温一下帕萨特 B5 的后排，哎呦，这大门子砰一关，回忆涌上心头啊！因为我关于这车的情怀和回忆就是这后排。怎么回事呢？当年20年前，2004年，当时我大一，在昌平邓庄，就是现在抗越那个店旁边那位置。然后我有2个特别好的高中同学，我们都考了同一个大学。然后我们就约定每周一个老爸开车送我们仨去拼车去，然后其中有一叫何川的同学，他们家就是这么一车，也是米内银外帕萨特 B5，哎呦，他们家那车最高级，就是每次一关门砰的一声，然后车里巨安静，哇，太好了！就当年我常坐的车就没有这么高级的，大皮椅，哎呀，特别高 ，B5 这座椅特高，你看我这腿给我担得高高的，我觉得腿短点人可能都着不着地了，就特别高，因为车高嘛。所以说它的椅子特高，然后承托感特别强，你感觉就不会陷进去，就被顶着，被这座椅一直顶着，但是特舒服，坐久了也不会难受，而且特安静。我印象中 B5 跑起来特别安静，就胎噪、路噪、风噪都巨小，密封性特别好，每次一关门耳朵都有耳压，砰一下，真是好车的感觉。咱看看这后排啊，空间巨大。我记得当年有一俏皮话说，这帕萨特，您如果拿一马扎放这儿，又加一排。就是形容它空间特别大，虽然现在看起来轴距其实只有2.8米几，但是确实够大。看1拳、2拳、3拳，3拳多点儿，这么大的空间，这就是加长10厘米的功劳。如果再短10厘米，我一下少1拳多啊。中间这个大包还是很高的，虽然它是个前驱车，但是它也有排气管什么的要过，而且当年这个车其实是有4驱版的，所以它也有走传动轴，所以这大包还是很高的。即使是这样，后排坐仨人也是很舒服的，因为车里面很宽，这个门板挖得很凹啊，它的空间利用率其实很好的。后面有一个这是小烟灰缸，它带桃木盖的，这儿一小杯架，打开一边能展开一个杯子，虽然很浅啊，杯子很容易倒，但人家还是给做了。
咱们看中间有什么？中间这扶手箱，哎呦，多少年没打开过，都粘上了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大皮枕头。这儿有一小盖儿，能通往后备箱，然后还有一个盖儿在后备箱开，然后能通过去，能拿点东西。后面还有遮阳帘儿，手动的，拽起来，把它卡在这儿就行。到现在依然好用，很简单的配置。哎呀，这 B5的后排真是给我留下了巨好印象的一台车。在我心中，这车的高级就是当年坐这后排的体验，真的是安安静静、4平8稳、舒舒服服。屏幕那边的您们肯定在这个后排也有很多的回忆，是吧？有伴随自己事业发展的，拿下千万大单的，也有很多家庭的温情故事。也欢迎评论弹幕和我们分享您在帕萨特 B5 后排的故事。下面来开一圈这老帕萨特 B5，回味一下。首先看这钥匙，经典吧，蓝白的大众标，背面3个按钮，一摁折叠出来的洗齿钥匙，外表是方的，这个里面的齿是洗出来的，在当年是很高科技的，是吧？来着车，听听声，非常低沉。走，哎，挂着这大挡把子，松开机械手刹，哎呀，老大众的感觉一下就回来了。大家还记得这声吗？非常的低沉，是吧？当年所有老大众都是这种感觉，就是无论它行驶起来底盘本身的这个底噪，还有发动机的声音，它排气的声音都特低沉，一种独特的频率。后来的车，其他品牌车再也没有这种声音。我不说话，大家听听。非常低沉，特别舒服听的。车开起来视野极其的通透，它前面的仪表台特平，没有任何这种坡起来的这种姿势，平的直接就出去了。而这辆车因为前鼻子非常圆嘛，0.28的风阻，所以你完全看不到鼻子。你觉得当年好多老司机刚开上这帕萨特还不习惯，这车完全看不见鼻子啊，不知道前面有多远。现在觉得很自然了，是吧？这车的转向非常的有韧劲儿，且精准，且不那么重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帕萨特 B5 用了电液助力转向，也就是说它有一部分电动，然后加液压，它不像老宝来、老高尔夫那么死沉，那是纯液的，这是电液的，所以开起来呢又有老大众那种韧劲儿啊、稳劲儿，同时又不那么沉，还挺舒服。这车现在行驶在路上，我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它完全是坐在地上的，就是特别清晰的路感，特别重，你觉得像个大坦克一样，在路上特别踏实的跑，很舒服。后视镜的视野也很好，而且都是双曲率的，这已经完全国产化了，不会像宝来高尔夫那还有一个小镜子，它两个都是大镜子，很宽阔。座椅支撑力特别好，这么多年了一点没塌，座椅两边的护翼呀，包括整个坐垫靠垫支撑力都特别好，开起来4平8稳，视野通透，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就是当年这批车给我们这批人奠定了汽车的价值观，德国车是什么样啊？所谓驾驶特别稳定的车是什么样？而且这个车操控还挺好，你看，转个向非常灵活，前悬架4连杆的，后面是一个扭力梁的悬架啊，但是整体操控很灵活，开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德国豪车的感觉，就是当年的高级轿车、豪华车的感觉，而且相当安静，它的整个车的车身的刚度、气密性什么的，在当年都是数1数2的，基本上跟 BBA 是一个级别的。1.8T 的发动机，20阀，特点是低扭其实不太强，但是转速爬升很快。你稍微一点油，它就窜到2000转以上，啊，接近3000转，涡轮的动力就来了，就开始猛了。其实也没多猛，啊，说是 1.8T， 听着挺牛的，150匹，220牛米，0到100，大家猜在多少秒？给你们几秒钟时间，10.8秒，一点也不快。当时国内分3种啊，就是 2.0 自吸的那个115匹，那个得14秒的加速，就巨慢了，啊，这佛系驾驶。还有一2.8的37门的，自吸。也是10.8秒啊，其实也是就等于拿排量1升的排量去弥补了涡轮这点动力，所以 1.8T 是最好的选择了。这车还带巡航定速，04年的车，20年前啊，也叫 L1 辅助驾驶吧，是不是？总之今天开起来依然
没有什么落差，没有什么时代感。我觉得这车从开的角度一点没过时，甚至于今天大部分燃油车的底盘质感还没有它好，非常的沉重舒适，4平8稳。哎呀，真好！非常荣幸今天能在这儿跟大家回味了一下这20多年前的老帕萨特 B5。我想说几句话啊，最后的时刻我最想说的话有一点，首先当年我觉得这车无比的高级，无比的好。后来好多年没接触这车，我觉得可能是当年我没见过什么好东西，没坐过好车，所以就觉得它好。今天当我重新花一天时间跟它相处，当我里里外外重温了这台车之后，我觉得它就是很好。无论它的车身的品质、安静程度、里面的座椅的真皮的那个质感啊，各方面，真的就是很高级。所以当年的我判断是正确的。即使是今天哪个车厂出一个全新的燃油车，它的设计、它的内饰、它的材质能达到这个标准，它依然不是便宜车，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车。还有一点，这车已经2004年的车嘛，大家看到节目的时候，它其实已经21岁了。那么我也40岁了啊，我们这波坐着这车的孩子都40岁了。当年开这波车的人啊，买得起这车的人应该都有60、70岁了，年轻的也有50多岁。所以说，20年来这款车伴随着我们的成长。伴随着一代人的发家致富、事业成功、兴衰起落，全是他。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对他都有很深厚的感情。我希望这集视频留存在网上，能够给大家一个共同的回忆，关于帕萨特 B5，关于这辆车。对于大众来说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车型。其实，在帕萨特 B5 推出之前，我对大众的印象不高级。它只不过是一个能用的车啊，桑塔纳、捷达、桑塔纳2000那些车型都很古老，做工其实也挺粗糙的，是吧？开起来晃晃悠悠的，就是那样。那么帕萨特的推出，加上后来的高尔夫4、宝来这几个车的推出，让大家觉得大众这车比较高级。它的整个质感其实是对齐 BBA 去的，它并不是对齐其他的 B 级车去的。所以说，让大众品牌科技是吧？空腔注蜡、激光焊接、看网络。它高级它安全，这车身强度非常的高，这些印象在中国车迷心里扎下了根，让大众后来又享受了20年的红利。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白话汽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